在1979年的时候，又有一个科学家提出了一个改进升级版的双缝干涉实验，叫做 Delayed Choice Quantum Eraser 延迟量子擦除实验。这个实验实在是不好解释，所以我就直接和大家说结果吧。了解两个微观粒子的性质，一个是粒子，一个是波。粒子性质说白了就是一个一个的小颗粒，粒子的运动方向是有特定性和唯一性的。比如说，就像一把枪里面的子弹，你的枪口指向哪儿，这个子弹就往哪儿飞。生活中的粒子就比如说像手电筒，你的手电筒指到哪里，哪里就会被照亮。那么波的性质就像你往水里边扔了一块石头激起来的水波一样。那么生活中的粒子就比如说像太阳光照射下的肥皂泡。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肥皂泡里面不同的颜色之间会呈现像水波一样的蔓延，并且互相干涉。现在请你想一想我刚才举的两个例子，手电筒和肥皂泡，那请问你觉得光到底是粒子还是波？这个问题也在很多位伟大的近代科学家们之间爆发了一场将近300年的争论，这其中就包括牛顿和爱因斯坦。科学家们分成了两派，粒子派和波派。粒子派的代表人物就是牛顿和爱因斯坦，波派的代表人物有麦克斯韦和赫兹。麦克斯韦发现了电磁场，并且今天的电磁波也是由他证明的，而赫兹的话，今天的频率单位赫兹就是由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光到底是一种粒子还是一种波？粒子派和波派这针对这个问题互相之间争论了不下100年，一直到有一位叫做托马斯·杨的科学家设计出了一个实验来验证这个问题。这个实验其实非常的简单，首先找一个灯泡，在灯泡的后面放一块纸板，纸板上面呢挖出2条缝，在这块纸板的后面再放一块背景板。如果光是一种粒子，那么根据粒子的运动方向有唯一性和指向性这一特点，那么当光线照射到中间这块有2条缝的纸板上的时候，照射到纸板上的光线就被纸板挡住了，而照射到2条缝隙的光线就会穿过缝隙，最终应该在背景板上只投射出2条缝隙的光线，背景板上最终呈现出的光线的形状应该也是2条缝隙的形状。我们初中的物理书上也说光线是沿直线传播的，那么如果而光线是一种波呢？那么光线穿过2条缝以后就会依然保持波的性质和形状，而且中间的这块挡板上面有2条缝隙，代表着最终会有2条光波穿过缝隙。穿过缝隙以后，2条光波会不断的扩散，最终互相交叉互相干涉，2条光波之间互相交叉和干涉的地方又会产生新的波纹，最终我们在背景板上看到光的形状就绝对不是2条，而是类似于像斑马线一样的很多条。好，那最终这个实验的结果是在背景板上看到了斑马线形状的光线投射，以求证明光是一种波。粒子派对于这个实验的结果非常的不服气，尤其是爱因斯坦，到他死的那一天，他对这个实验的结果都仍然耿耿于怀。意识到几十年以后，随着科学的进步，人类发明了一种叫做光子枪的东西，可以把光子一个一个的发射出去。那科学家们就决定再做一次这个实验，这一次就不用灯泡这样的发射光束的光源，而是用这个光子枪，把光子一个一个的发射出去。这个光子枪每次只发射一个光子，每一次也随机的只穿过这2条缝隙中的1条缝隙。实验一开始以后，在背景板上呈现出的是没有规律的一个形状，但是呢也看不出来到底是粒子性质还是波的性质。直到从光子枪里面一共发射了7万个光子，在背景板上又一次呈现出了斑马条纹状的投影，证明了光子之间还是发生了互相的干涉。这个结果就很诡异了。之前用灯泡来作为光源的时候，灯泡发射出来的是不间断的光束，光波穿过2条缝隙之后，2个光波之间由于各自不断扩张，最终交叉在一起，发生了互相的干涉，这个可以理解。但是这一次用的是光子枪，每一次只发射1个光子，前一个光子穿过了缝隙之后才发射下一个光子。那这每一个单独发射出去的光子到底又是和谁发生了干涉？感觉就好像有一个看不见的幽灵和这些光子发生了干涉一样。那科学家们就在光子枪和缝隙板之间架设了一台光子捕捉摄像机，可以精准地捕捉和拍摄到每一个光子的运动轨迹。结果摄像机拍摄到每一个光子从光子枪里被发射出来的时候是粒子的性质，沿直线运动，直到穿过缝隙，但是背景板上面还是投射出了斑马线的形状。
证明光子在经过了缝隙之后，好像就从粒子的性质突然就变成了波的性质，而且还和另外一个看不见的波互相产生了干涉，这就更诡异了。为什么有摄像机的这一段，光子就保持粒子的性质，没有摄像机了又回到了波的性质？一不做二不休，我倒是想看看这个光到底在穿过了缝隙以后是怎么运动的，怎么就从粒子变成了波，又到底是和谁发生了干涉？于是他们除了在光子腔和缝隙板之间架设了一台摄像机以外，又在缝隙板和背景板之间又架设了一台摄像机。结果你猜怎么着？这摄像机一架以后，背景板上投射出来的形状就从斑马线变成了只有2条线。也就是说，这一次因为又放了一台摄像机，光子的粒子性质从头到尾就不变了。嘿，奇了怪了，如果把前面的摄像机拿走，只留下背景板前面的摄像机，光子最终在背景板上还是呈现出了粒子性质的2条线。可是这个实验一开始没有摄像机的时候，背景板上呈现出的是斑马线形状的干涉波纹。也就是说，在没有放任何一台摄像机的时候，光子从被发射出来的时候，它就是波的性质。可是这一次，只是在背景板前面放了一台摄像机，就代表着光子一开始从光子墙里面发射出来的时候，它还是波的性质。可是在通过了缝隙以后，突然又变成了粒子的性质，这就很惊悚了。不管是哪一段，只要有摄像机在，光子就是粒子的性质；没有摄像机，光子就变成了波。科学家们一开始希望通过摄像机能拍摄到光子是怎么样从粒子变成波的，或者又怎么从波变成粒子的，而且每一次只发射一个光子就代表着有且只有一个波。那这一个光波又是和谁发生了干涉，最终呈现出斑马线形状的干涉条纹？但是光子就好像能够提前预判到科学家们是不是要拍摄它一样，冥冥之中好像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就是不让我们看到光子是怎么在粒子和波之间转换的。不管是哪一段路程，只要你拍摄，它就老老实实的当粒子；只要你不拍摄，它又立刻变成了波。如果刚才这一段你觉得有一点烧脑，还没有100%的理解，那我现在就说人话，把这个实验变成宏观的一个案例。现在假设光子就是我们平时吃的大米，现在呢，你把一个纸箱反扣在地上，纸箱的底部朝上，在底部呢再挖2条缝，你拿着一袋大米倒在纸箱的底部，让这些米通过2条缝漏进去。一袋大米倒完了，这时候呢，你把纸箱拿起来，地上的大米并不是堆成了2条缝，而是堆成了好几条缝，就像斑马线一样。你想好吗？可能是因为大米在通过缝隙下落的过程中，互相之间发生了碰撞，所以没有堆成2条线。你又做了一次实验，这一次1粒米1粒米的把大米随机的丢到2条缝里面的任意一条缝，就这么的你丢完了一整袋大米，你拿起箱子，地上的大米还是堆成了好几条像斑马线一样。你想不通了，这一次呢，你又把大米一粒一粒的随机丢到了2条缝里面的任意一条缝，但是这一次你在纸箱里面放了一个摄像机录像。这一次大米就老老实实的堆成了2条线，和纸箱底部的2条缝对应上了。你把摄像机拿走，再丢一次，大米又堆成了斑马线的条纹。你把摄像机又放进去，大米又一次老老实实的只堆成了2条线。就这么的，你放摄像机不放摄像机又试了好几次，每一次只要有摄像机，大米就老老实实的；只要没有摄像机，大米就在地上堆斑马线，就好像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就是不想让你看见大米是怎么堆成斑马线的。请问现在你的世界观还好吗？我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现在你在看一场足球比赛的点球决战，那么请问能够影响这颗点球进或者不进的因素有哪些？是射门这个球员的球技、射门的角度方向，还是守门员的反应能力和心理状态，再或者是这一块草坪的湿度，周围观众们的呐喊？我告诉你，因素只有一个，就是你看与不看。你只要看，这个球就不进；你只要不看，这个球就一定会进。那你想，我在旁边架一个摄像机，好吧，完了我再回来看回放，不好意思，只要你放摄像机，它就不进。在1979年的时候，又有一个科学家提出了一个改进升级版的双缝干涉实验，叫做 Delayed Choice Quantum Erasure 延迟量子擦除实验。
这个实验实在是不好解释，所以我就直接和大家说结果吧。结果就是，当一个光子从光子腔里被发射出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检测并且确定这一个光子是以波的形式被发射出来。但是当它马上就要被投射到背景板或者是被接收器接收的时候，我们突然放一个摄像机，好，它这时又突然变成了粒子。这还不算什么，最恐怖的是，当这个光子从波变成粒子的时候，放在光子腔腔口的那个检测器，原本显示这一个光子从光子腔里被发射出来的时候是以波的形式，但突然这时候也变成了粒子的形式。也就是说，这一个光子原本被发射出来的时候它是波，当它已经走了一半以上的路程，马上就要被我们的摄像机看到的时候，它不但突然从波变成了粒子，而且还回到了过去，把以前一开始的性质从波也变成了粒子。没错，这一个光子不但改变了未来，还改变了过去。不好理解是吧？好，我们还是以刚才点球的这个例子来说，假设这一颗点球已经从射门员的脚上踢出去了，而且踢出去的时候是一条直线，朝球门飞过去了。这时候你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打开了电视，想看一下这个球最后那一秒是怎么进的。你打开电视的一刹那，这一颗球本来是沿直线运动，朝着球门的最中心直直的射了过去，突然在空中自己转了个90度，落到了球门以外。你告诉我这是什么鬼？难道这颗球还能回到过去，改变自己的方向？就因为这个现象，就让很多人细思极恐，脑洞大开。他们觉得好像并不是我想看到什么，而是有某种力量决定我能看到什么。而且还有很多人认为这个现象挑战了因果论，就像踢足球的这个例子，因就是我的这颗球被踢出去以后，它是直线运动，朝球门飞过去了。如果这颗球没有被守门员碰到，那么它的果就应该是这颗球进了。可是最终因为我瞬间打开了电视，这颗球自己又飞了。还有人觉得是不是平行宇宙中的另外一个结果最终被展现到了我的眼前？那么到底什么是平行宇宙？平行宇宙又怎么样推翻了因果论？我们下期视频再讲，所以麻烦点个关注，这样就不会错过今天介绍的双缝干涉实验。希望你已经听懂了，并且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认为这个实验的结果非常恐怖。好了，这个世界的神秘远超你的想象，我们下期视频再见。这个实验的设定是这样的，首先光子被发射出来以后呢，会通过一个双缝，在这个双缝后面有一块 BBO 镜，这个 BBO 镜片能够克隆或者是复刻一个孪生的光子，原本的这颗光子我们就把它叫做信号光子，而通过 BBO 镜以后被复刻的光子我们把它称为孪生光子。不管信号光子在经过双缝的时候是左了左缝还是右缝，它们最终在通过 BBO 镜以后都会向上走，最终到达并且被投射在一块接收板上面，被 BBO 镜片所复刻的孪生光子，不管这个光子一开始是通过了左缝还是右缝，孪生光子最终都只会走下面的线路，它们首先会到达检测器 A 和检测器 B。那么如果孪生光子是到达了检测器 A， 我们就知道它走的是绿色的线路，也就是它一开始是通过了左缝。如果到达 B 呢，就相反，它一开始通过了右缝。那通过观察到底是检测器 A 还是检测器 B 发亮，我们就知道它一开始是经过了哪条缝。在这里大家需要注意，就是在检测器 A 和 B 之前还有一块反射镜，孪生光子在经过反射镜以后还会向上或者向下走一段路程，才最终达到检测器 A 和检测器 B。那在这一个阶段的实验结果之在上方的显示屏中一直都显示出了杂乱无章的点状光子的投射，并没有出现光子之间的干涉条纹。那么这个实验结果就和传统的双缝干涉一样，但凡我们观测这个光子到底是经过了左缝还是右缝，这个光子就表现出了粒子的性质。实验在这个阶段就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刚才我们提到在探测器 A 和探测器 B 之前都有一块反射镜，孪生光子到达反射镜以后还需要再向上或者再向下走一小段路程才能最终到达探测器 A 和 B。之所以这样设定这个实验并且放射反射镜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走下边路线的这些孪生光子到达最终的 A 和 B 探测器的这个线路的总长度要比信号光子直接到达投射屏上面的距离要长，就是下面这段路线的长度要比上面这段路线的长度要更长，下方路线比上方路线多出来的这段距离，最终就可以让这个孪生光子比信号光子多走8纳秒的时间。
这样就可以确保走上方线路的信号光子永远都比走下方线路的孪生光子要提前到达投射板，走下方线路的孪生光子就永远都比走上方线路的信号光子要晚8纳秒才能到达检测器。所以当上方的信号光子已经到达投影板以后呢，它就已经坍缩成了粒子的性质。但是这个时候走下方线路的孪生光子还没有到达检测器 A 或者 B， 所以这个时候孪生光子的性质到底是粒子性还是波动性，这个结果还没有发生坍缩。也就是说，这时候孪生光子的性质到底是波动性还是粒子性还没有被确定，因为它还没有到达检测器。那么按照道理来说，它就有 50% 的可能是粒子性，还有 50% 的可能是波动性。但是根据上方投影板的最终结果来看，不管这个孪生光子最终到达了探测器 A 还是 B， 它们全部都只表现出了粒子性。那么这就意味着这些孪生光子，它们虽然比信号光子要晚8纳秒才能到达检测器 A 和 B，但是当它们通过 BBO 镜片的时候，就已经和信号光子之间构建了纠缠态。所以这些走下方线路的孪生光子，它们虽然比上方的信号光子要晚8纳秒才能到达探测器，但是它们最终展现出粒子性质的这个结果是以上方的信号光子为标准和答案的，它们和上方的信号光子是一对纠缠的量子。那走上方路线的信号光子表现出什么样的性质，它们走下方路线的孪生光子就也会表达出什么样的性质。虽然它们比上方的信号光子要晚了8纳秒，那这也是一个量子纠缠的实际例子。那这样去细想的话，这个实验结果就很诡异，因为下方路线的设置就是为了让孪生光子比信号光子要更晚的被检测到，这样实验的结果就和传统的双缝干涉一样，不管你是延迟还是提前，只要你观测它就是粒子，只要你不观测它，它就是波。感觉就像量子纠缠的结果可以完全不受时间的影响。那能不能升级一下这个实验，骗一骗光子呢？我们再加一组设备，再加一个检测器 C 和检测器 D， 但是把原本的这2个反光镜换成半透镜。现在一共有3个半透镜，再远出了2块镜子，我们还用全反射镜。半透镜就能让这些孪生光子有一半的机会穿过，也有一半的机会会被反射，这样就会有一半的孪生光子首先会穿过半透镜，最终到达检测器 C 和 D。到达了检测器 A 和 B 的孪生光子，我们还是能够知道它一开始到底是通过了左缝还是右缝，但是到达检测器 C 和 D 的光子我们就没有办法知道，因为大家仔细看，当孪生光子马上要到达检测器 C 和 D 之前，还会通过一个半透镜。无论光子一开始是穿过了左缝还是右缝，它最终都可以到达检测器 C 或者 D， 都可以。因为在 C 和 D 之前的线路的交叉点上还有一个半透镜，绿色线路和红色线路在到达 C 和 D 之前都会在最后这个半透镜这里相交叉，不管是左缝还是右缝的光子在这个地方都可以选择被反射或者穿过，所以它既可以到 C 也可以到 D。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量子一开始到底是通过了左缝还是右缝这个路径把它擦除了。如果我们把检测器 A 和 B 拿走，只留下 C 和 D， 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光子到底是经过了左缝还是右缝。这时候在最上面的投射板上面就会出现干涉条纹，这时候好像光子就会知道，好了，人类看不到我们了，我们没有必要装了，我们就是波。那如果我们又把探测器 A 和 B 放回去，或者只用其中的一个，我们在投影屏上能看到什么样的光斑呢？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图像，乍眼一看就是一团无序的光点，但是仔细看好像又确实有一条一条的波纹。当把探测器 A 和 B 放回去，就等于我们知道了一半的光子它的路径到底是走了左缝还是右缝，那这一半的光子表现的就是粒子的性质，而剩下的一半就应该表现的是波的性质。最终的图像应该是又有粒子又有波。再看这个最后的结果，是不是好像有点对应上了？那现在如果我们把刚才没有把探测器 A 和 B 放回去之前，把探测器 C 的图像提取出来，然后呢，我们再把探测器 D 的图像提取出来。有没有发现探测器 C 和 D 它们之间的波谷和波峰是相对应的，也就是探测器 C 图像的波峰对应探测器 D 图像的波谷，探测器 C 图像里面亮的地方对应探测器 D 图像里面暗的地方。如果我们把2个图像的波函数相叠加，最终就只会得到一个大的波峰，而这个大波峰相对应的就是我们在投射屏上看到的没有产生干涉的那个大的光斑。那真相到底是什么？难道真的像很多营销号说的，时间是可以逆回的，现在可以改变过去吗？其实投影板上的图像始终都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这个大图像是所有 ABCD 探测器图像的总和，唯一的变化是我们选择看到这个大图像中的哪一个部分而已，是看到探测器 ABCD 其中哪一个探测器的图像而已。真相就在于量子纠缠，因为在经过 BBO 晶体之后，这2个光子已经形成了纠缠态。那么走上方路线的信号光子，它的路径只有一条，也只有一个结果，就是投射到投影板上。但是走下方路线的孪生光子却有4种选择，可以走到 ABCD 任意一个检测器。
所以无论我们提取 A、B、C、D 4个检测器中任何一个检测器的图像，都不过是走上方线路的信号光子最终投射出的大图像的1/4。所以我们把 A、B、C、D 4个探测器的图像，无论是哪一个单独拿出来看，都是干涉条纹，但是把它们合在一起，就等于上方的这个大图像。所以其实不管是现实实验中的探测器，或者是4项实验中的摄像头，无论是用什么样的测量方式，在我们测量到光子之前，光子的波函数还没有坍缩，所以它根本就没有表现出所谓的粒子性质。所以人家光子一直都是像费曼的路径积分说的那样，光子从实走了所有的路径，自然也就包括那2条缝，只是我们说它是从哪条缝过来的，这完全是根据光子当时的表现出的粒子特性，我们自己脑补出来路径而已。所以光子并没有改变历史，现在也不会改变过去，但是它在帮助我们讲述过去的故事，根本就没有像传的那么玄，只是了解的不够而已。